他就割破手指头滴几滴血，伤口不深，家里人不会发现。以家人对他的漠视来看，就算他在手腕上割上几道口子，家人都发现不了。商太太温和地道：“凤小姐也不用那么心急，来了就是客，留下来吃顿饭吧。”谢谢商太太，我还是不吃了。得赶回去，我晚上10点前要回到家里。商太太默了默后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也不留你了。”她吩咐管家去拿来一把水果刀，示意管家将水果刀递给凤晴，又给了凤晴一只一次性的杯子。凤晴拿起水果刀，手起刀落，就割破了一根手指，鲜血流出来时，她马上用一次性的杯子接住，滴了好几滴鲜血后，她就用手按压住伤口。看她做这一切没有半点的犹豫，商太太就知道这个女孩子是个狠人。还好凤晴目前看来是凤家三观最正的那个人，否则有这样的一个敌人挺头痛的。海玲去拿了止血贴过来，撕开了一块止血贴的包装纸，然后帮凤晴的伤口贴上了止血贴。谢谢海小姐。不用客气。凤晴将装着自己血的杯子放到了商太太的面前，对商太太说道：“商太太，做鉴定的话，这些血应该够了吧？”够了。商太太让海玲去拿保鲜膜过来，将杯子的口封紧。她等会儿就带着凤晴的血去医院做一次那血源鉴定。谢谢凤小姐。商太太客气的道谢。凤晴就笑了笑，应该是我谢谢商太太吧。谢谢商太太信任我。商太太，我时间紧张，就不打扰你们用晚餐了，先走，以后若有机会再请商太太吃饭吧。海玲，你帮我送送凤小姐。凤晴时间紧张，着急离开。商太太也不挽留她，让海玲送凤晴出去。海玲嗯了一声，起身相送。凤晴重新戴上了墨镜以及黑色的口罩，跟着海玲出去。凤小姐怎么回去？海玲边走边问道。我提前订好了机票的，现在赶去机场，晚上10点左右我能回到家。凤晴都计算好时间的，就是因为时间太紧张了，她才着急回家。网约车我也约好了，现在网约车司机在别墅区门口等着我。海玲说到，从这里到别墅区门口有点远，我送凤小姐一程吧。凤晴也不客气，麻烦你了。海玲扭身回屋里，拿她的车钥匙，开着车送凤晴到别墅区门口。凤晴下车之前，伸出右手要与海玲握手。她说道：“海小姐，以后请多多关照。”海玲与她握了握手，再见。凤晴挥挥手道再见，便下了车。海玲看着她坐上了网约车，网约车开走了，她才开着车往回走。商太太在海玲送凤晴出去时，就打电话给大儿子商无痕。等商无痕接听电话后，他吩咐大儿子凤晴来了一趟，你让人盯着，等他离开了管城后，抹掉他来过管城的痕迹。商无痕没有问母亲为什么这样做，应着妈，我知道了，忙完了早点回来陪陪阿晶。好。商太太挂了电话。凤晴来访，在商家说了什么话，做了什么事，团宠海童都不知道，就他现在是悠悠山庄的团宠。直到晚上9点，他回到他和战印的房间，战印才有机会蹭到他的身边去。老婆，战印是比海童先一步回房的，从夫妻俩回来后知道海童怀孕了，海童被婆家长辈围着喝寒问暖，没有战印什么事儿，他就算挨着海童坐，也会被长辈扒拉到一边去，如此反复数次。他无奈的先一步回房里等着团宠老婆，听到开门声他就迎过来。海童一进来，他就将爱妻搂入怀里，温香软玉填充了他的怀抱，他两臂紧搂着娇妻，喟叹我的老婆总算回到我的怀里了，你怀孕明明我也有功劳。
我妈他们愣是把我赶到一边去。战某人话里带着点委屈，海童窝在他的怀里，听着他带点委屈的控诉，笑道：“你别委屈了。”我被长辈们包围着，喝寒问暖，也很想溜达，我承受不了这么热情的包围。战印抱起他走进卧室里，将他放躺在大床上，他俯身在他脸上亲了亲，笑道：“习惯了就好。奶奶收到消息，都赶回来了。奶奶说她要搬进我们家里去住，看着我。话说奶奶看着我干啥呀？她不该是看着你吗？”海童笑着捏一下她的俊脸，笑道：“是我怀孕，不是你大肚子。你比我先傻了，我属于孕早期，孕早期尽量不要同房。那你说奶奶看着你干嘛？她是刚怀孕，但姐姐从怀孕到生娃，她都照顾着。对于怀孕生娃，她比战印有经验多了。战印，是哦，我要吃素了。”她坐正身子，垮着俊脸，所以说，还是要过几年，两人世界再要孩子好一点的。嘴上那样说着，他的大手却附到了海童平坦的小腹处，眼神温柔的可以滴出水来。不过，有了宝宝，我也乐意吃素，只要你和宝宝都好好的，我能忍的。海童脸泛红云，战印又俯下身去，推高海童小腹处的衣服，他的脸贴到妻子的小腹上。宝宝，我是爸爸，咱们还没有见面，爸爸等着你以后出来与爸爸见面，请你多多关照。刚怀上宝宝，现在还是个胚胎，哪里能听到你说的话？听不到我也想说，我们终于有了属于咱们的宝宝。彤彤，我很开心啊，很开心，开心的想跳起来。现在房里没有别人，你想跳起来的话，可以尽情的去跳，我保证不会告诉别人的。战印亲了亲他的肚皮，便扯下了衣服盖住他的肚子，人跟着坐正了身子，说道：“这么晚了，还是不跳了吧，怕闹的动静太大。被我妈知道了，骂我一顿。彤彤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不是长辈眼里的宠儿，你才是，他们甚至会忽略我。我还是小心点吧，自己躲着偷着乐，不要跳来跳去的。我妈知道了，绝对会骂我个狗血淋头。”海童想到他被长辈们扒拉到角落里，都近不了他的身，就笑了起来。他要是跳来跳去，闹出的动静太大，还真有可能被婆婆骂个狗血淋头，就跟我姐还有大姨他们说了吗？海童被婆家长辈们围着喝寒问暖，一直没有时间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自己的亲人朋友。不过呢，她就知道丈夫肯定会到处炫耀了，就像当初苏南那样，知道沈小军怀孕了，苏南就是到处炫耀。那段时间战印心里郁闷死了，他和海童先结婚的，夫妻俩都动了情后，就从相敬如宾成为恩爱夫妻。可是呢，海童一直没有怀孕，苏南却在婚后1个月就让沈小军怀上了。那战印能不郁闷吗？都说了，那我告诉了大姐和商无痕，大姨的手机号码我一下子想不起来，太开心了，只记得商无痕的电话，所以呢就告诉了商无痕。大姐没有来电话吗？战印以为大姨姐知道后会很开心，打电话过来的，我姐发信息问我了，我说是怀上了，我姐可能不知道我们回来了吧，让我注意休息，她在大姨那里。战印嗯着笑道：“我欣喜若狂，一时间没有告诉大姐我们回管城了，姐肯定以为咱们还在风尘山庄，也好，咱们俩先自己偷着乐先，就让大家以为我们还在管城，不能到处说了，免得更多的人和我抢你。”海童看着他打趣地道：“能说的人，你都说了吧，还说不要到处说，你那欢喜的劲儿，恨不得嚷嚷的全世界都知道。”由于她一直没有怀孕，连管城的媒体记者们都爱盯着她的肚子。战印心里憋着一肚子的火气呢，这回她真怀上了。战印自是想扬眉吐气的，只是她刚怀上，长辈们对她千叮万嘱，不要公布于众，也就亲近的人知道而已，
否则战印会立即通知媒体，让媒体报道一番，就真的人尽皆知了。战印俊脸微窘，知他者还是海童也啊。他不好意思的就用脸磨蹭着海童的脸。我一时开心，就打了一圈的电话，打给了谁，我现在也不知道。不过能被我记住手机号码的人，都是信得过的人。老婆，我真的太开心了。我也是。海童回搂着他，他比他更加的激动呀。背负着的大石头终于可以掉下来。他还没有好消息的时候，就连一向跟他姐妹俩关系不好的爷爷奶奶，也会打电话问一下他的情况。爷孙关系是无法修复到像别人的那么好，不过在海童将叔伯们支付的房租费全都给爷爷奶奶当生活费后，又经历了很多事，让爷爷奶奶真正的有了悔意，明白他们以前那样做对海童姐妹俩的伤害有多大。如今对海童的关心倒是实打实的，奶奶跟他说过好几次，说有厉害的医生要介绍给他，让他回老家让医生瞧瞧，他拒绝了。奶奶又说要不就捡一个女儿来养，说什么有些夫妻俩结婚很久都没有怀孕，但男女双方身体又是没有问题的，这样的夫妻就需要去捡一个别人的孩子来养，当成接花的人，养一段时间自己就会怀孕的了。海童也听说过这样的事情，他私底下跟姐姐和大姨提了提奶奶的建议，姐姐和大姨都说让他再等等，如果结婚3年都怀不上，夫妻俩又确实没有问题的话，就按奶奶说的那样做吧，就领养一个孩子当接花人。在程玲玲说她的是喜脉后，海童浑身一松，那激动之情是战印都体会不到的。爸妈说明天就往我那账户上转入2个亿。海童忽然对丈夫说道，爸妈说这是给我的奖励，说我不怕怀孕以后的身材变形，也给他们添个孙辈，是你们战家的大功臣，非要给我奖励。咱们要孩子，不是一对夫妻最正常的事吗？海童说着还有点郁闷，觉得公婆直接就给他奖励2个亿，让他觉得自己怀孕生娃像是在做生意一样，是交易。他觉得怀孕生娃是他和战印的爱情结晶，孩子是他们俩生命的延续，与金钱无关的呀。战印笑，他靠在床头上坐着，也拉起海童靠在他的怀里。童童，这是我们这些大家庭的习惯性，应该说是豪门的习惯性吧。不管是我们战家还是其他豪门，只要有小辈怀孕了，长辈都会大手笔赠送豪宅、豪车、昂贵的珠宝，甚至是私人飞机、私人游艇等。他也有礼物送给海童的，再过几天便是他和海童领证1周年的纪念日。战印原本呢是给海童准备了一辆豪车、一栋豪宅以及一艘私人游艇，这是给他准备的结婚周年纪念日的礼物。现在她怀孕了，他还要再加几样礼物一并送给他。父母直接给钱，战印想着也给爱妻一笔钱吧。虽说夫妻俩现在不分彼此了，但是海童独立的个性，让他一直都是花着他自己赚的钱。战印给他黑卡，他从来都不刷，娶了个独立性强的妻子，指望妻子帮自己花点钱，战印也是束手无策的。以前夫妻俩就说好了的，他无条件支持他创业，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不受豪门规矩约束。现在海童的生意也是越做越大，就他和商小飞商量，准备涉及其他行业了。生意做大了，他的钱包不就越来越鼓，自己赚钱自己花，也能花得潇潇洒洒的，哪里需要花到战印的钱？那战印在心里将周红林那个渣男骂了万万遍，就是周红林曾经对大姨姐那样小气巴拉的，搞什么 AA 制，导致海童坚持在婚后也要经济独立，不帮他花钱。叔叔婶婶们也是给我钱，原来来钱最快的
就是给你生娃呀。战印低头亲了亲他的额，笑道那是长辈们的表示，你接受便是，不用有心理负担。我爸妈他们的个人资产丰厚得很，花不完，一开心就拿来奖励小辈了。等咱们的宝宝出生了，若是个女儿，你身家直接超过10亿。奶奶还没有回来呢，奶奶的奖励才叫丰厚，你等着吧。海童，我已经不知道还能说什么了。他那么辛苦努力的拼搏，发展事业，为了拿下订单，与商小飞到处飞，赚到的钱不如自己的肚子大一回。嫁给战印1年时间，虽知他是首富家的大少爷，也清楚婆家非常有钱。由于大家都顺着他，宠着他，让他觉得其实豪门和普通家庭也没什么两样。这一次怀孕，长辈们给他的奖励，才让海童真切地体会到什么叫做豪门。哇，真的是毫无人性。战印又低头在他的额上亲了亲，声音温柔，老婆，我还是喜欢听你叫我老公。我呢，觉得我好像又饿了。海童抬头看他，有点不好意思地道，晚餐的时候他明明吃的很多，吃得很饱的。战印宠溺地问道，你现在想吃什么？我下楼去给你弄啊，就想吃一碗汤河粉，加很多很多的酸菜以及花生，家里可能没有河粉。海童坐正身子，两眼闪闪发亮，对他说道，老公，要不咱们现在就回市区里逛夜市吃宵夜。战印看看时间，说到回市区的话，今晚就留在市里过夜了。今晚我想回明苑花园里过夜。战印笑着亲了他一口，跟我想的一样。行，你想回市区吃汤河粉，我带你去吃。苏南跟他说过，孕妇就是这样，忽然间想吃某样东西的时候，就恨不得马上吃到嘴，而且孕妇的胃口也会改变，不管她想吃什么都要满足她。于是夫妻俩很快就轻手轻脚地下了楼，然后小心地往外走，生怕会惊扰到长辈们。在长辈的眼里，海童刚怀孕，要好好休息，不能到处跑的。战印太了解家里的长辈了，带着海童跑回市区，只为了吃一碗汤河粉。这种事情被长辈知道了，肯定会将他骂得狗血淋头的。现在呢，他可不是大家都宠着的那个战印了。他已经排到了末尾去，车子驶出了油油山庄。海童扭头看了看被他们抛在后面的山庄，笑着对丈夫说道，感觉咱们俩像在做贼一样，这个时间我还带着你回市区，被发现了肯定挨批的，咱们只能偷偷摸摸了。那战印甚至没有带着保镖，就他夫妻俩，他开车。原来你也怕挨批呀？海童打趣他一句，从知道他是战家大少爷开始，他看到的都是人人顺着他，敬着他，除了奶奶，一般没有人敢在他面前乱说话，也没有人敢管他。公婆对他都是客客气气的，一副讨好他的样子。他以为除了奶奶，他就天不怕地不怕的了。怕怎么不怕？他们平时宠着我，这个时候不会宠着我的。战印腾出一只手，握了握海童的手，老婆，你以后就是我们家里的国宝团宠，以后你可得多多关照我，罩着我。放心吧，我一定会罩着你啦。海童想到好友在婆家的待遇，他连忙对战印说道，老公，我身体很好，没什么事，我的工作继续，你可不能像苏总那样，这样不许我干，那样不许我干的，我会无聊死的。怀孕的时候其实也要多动一下的，不能天天都躺在床上，那样不利于分娩。战印没有答应他，但也没有拒绝他，他只是说到明天去医院检查过，问过医生后再说。不过啊，劳累的事情你不要再干了。我能做什么劳累的事？不用上山，不用下地干活，不过是打理着我的小生意而已，顶多就是奔走的次数多一点。我也会注意自己的身体情况，若有不适肯定是先休息的，反正
你能不像苏总那样，什么都不让小军去做？战印替苏南说话。沈小姐不是天天去书店上班吗？苏南哪里不给她做事了？哎，你的意思是以后我也只能天天回书店上班？在我认识你的时候，你就是开着书店的，蔬菜瓜果的生意在管城的，你可以去打理，需要出差的话，尽量让商小飞去吧，他实在抽不开身。需要你去的话，跟我说一声，我陪着你去，好吧？海童答应了他，他比苏南大方一点，至少还会同意他打理着公司的事务。不像苏南只同意小军看守书店。夫妻俩一路说着话，就觉得路程很短。很快就回到了市区里。战印载着海童直奔明苑花园附近的那些餐饮店。以前海童都是在附近菜市场打包的早餐，不过由于时间的问题，那些早餐店像海玲的任你食一样，大都是经营早餐，现在已经关上了店门。那最后还是在沙县小吃，那里满足了海童想吃一碗，加上很多酸菜和花生的汤和粉。战印没有吃，他就坐在爱妻的对面，宠溺地看着他吃，看到他吃得津津有味，不由自主就会想起刚结婚那会儿，这夫妻呢处于磨合期，也是培养感情的时候吧。好吃吗？酸菜好吃，是我想吃的味道呀。海童吃得很过瘾。战印笑道，老板给你加了很多的酸菜了，我不吃都能闻到酸菜的那股子酸味。酸才好吃，一点酸味都没有，反而不好吃。看来你是喜欢吃酸的。老人家总是说酸儿辣女，女儿是不是没指望了？战印觉得自己变得贪心了。老婆还没有怀孕时，他想着能怀上就好，不论男女他都喜欢。等到老婆怀孕了，他又想着还是生个女儿吧，他想要一个像君妍那样可爱的女儿。每次看到叶君博抱着女儿那副满足样，战印就打心里羡慕嫉妒呀。通过孕妇的口味来判断生男生女是不准的。我姐怀着洋洋的时候，她喜欢吃辣的，一顿没有辣的她都吃不下去。她婆婆和大姑姐那时候就嘀咕着，说她变得那么爱吃辣，肯定是生女儿的。结果你也看到了，洋洋是个货真价实的儿子，所以这个不准的，咱们也不用去猜测是儿子是女儿。在怀上的时候，是儿子是女儿就已经定的了。反正不管是儿子女儿，我都喜欢，都是咱们盼了1年才盼来的宝宝。海童虽然也想生个像君妍那样可爱的女儿，是儿子的话，他一样喜欢。我也是，不管儿女都喜欢。当然了，能生个女儿，我会更加的开心。战印笑眯眯的看着妻子连汤都喝完。说完后又觉得自己这样说会带给海童生女的压力，赶紧补上话，彤彤，你也不要有生女的压力。我奶奶啊，我妈他们都未能如愿生有女儿呢，他们都没有办到的事，凭什么压到你的身上？海童笑道，我没有压力，你家里这长辈也不会挑剔的，对他们来说，我能生就很好了。婚后1年都没有怀疑，就大家都担心她不能生。从盼她生女儿到盼她能怀孕，那战家的长辈早就被磨得没有了脾气。现在是她能怀孕啊，说明小夫妻俩身体是健康的，长辈们就很开心的了，哪里还会挑剔生儿生女的问题？战印也笑，觉得他说的有道理。海童放下了碗后，战印问他还要再来1碗吗？我还能吃得下第2碗，但是现在时间不早了，吃得太撑，睡不着就不吃了。明天再来吃，我喜欢这一家的酸菜。战印宠溺的到明天我给你煮酸菜面条。好，他要亲自下厨，海童也不拦着。那结了账后，夫妻俩手牵着手走出了沙县小吃。战印问他要不要兜兜叶枫，明天要上班呢，就在附近兜一圈，回家睡觉了。你明天不休息1天？
战印边帮他开了车门，边说道：“明天我们俩都不上班。我还要带你去医院做个检查。”海童笑：“是哦，都忘了这一点。那我明天先去医院检查，再去我姐的店里看看，然后回公司里看看。小飞应该赶过去了，小军又有身孕，只能我回公司看看了。彤彤，你现在也是有身孕的人了。”战印提醒他一句：“我刚怀上，别人都看不出我怀孕了，我还能做点事的。再说了，我就是回公司看看，又不用我做什么，请有职业经理人呢。他和好友还有小飞投资的公司，已经发展有不少员工了，管理团队也渐渐成熟。再过一段时，他们就是偶尔回公司看看，不用天天在公司里坐镇了。”战印宠溺的道：“好好好，你还能做点事，我陪着你。你想做什么，指挥我去做就行了。”海童扑哧的笑了：“你是战氏集团的大总裁呢，分分钟都是赚大钱的，我怎么好意思指挥你帮我做事？在你这里，我只是你的男人，是你的丈夫，是你的靠山呀，不是什么大总裁，不是什么大少爷，他只想当他的男人，一辈子的那种。”在他开车之前，海童凑过来搂住他的脖子，在他的唇上亲了亲，深情的道：“战印，我爱你，我更爱你。”夫妻俩互亲后又相视而笑。赶紧开车回家去，被别人看到了，我脸会红。海童笑着催促他。战印看他系好了安全带，他才开车呢。在附近转悠了一圈，才回到位于明苑花园的家。小夫妻俩呢，虽说很久没有回这里住过了，不过梁姨每天都还会来这里打扫卫生，照顾海童养在阳台上的那些花草。进屋，海童开着了灯，然后径直走到阳台的秋千椅上坐下来。看到我梦里的秋千椅啊，住在山顶别墅里也有秋千椅，他怀念的还是这套房子的秋千椅，那可能这是他和战印结缘培养感情的地方吧，始终在是不一样的。战印先去给他倒来了一杯温开水，然后开着了阳台的灯，挨着他坐下，一抬头看到了晒衣服用的2根竹竿，想起了这是他跑了，大老远去乡下砍的竹竿，又大老远拖回来的。彤彤，你当时是怎么想的？居然跑那么远，特意砍2根竹竿，其实可以绑2根长铁丝，一样能晾衣服。海童抬头看到那2根竹竿，笑道：“我也不知道，当时只觉得该挂放2根竹竿在那里，晒衣服用，然后想到乡下有竹子，就跑去乡下砍竹子了。你当时什么都不管，早出晚归的。房子虽大，但是缺很多家用，我只能自己置办。现在想想，我真做了一件傻事。”战印拥着他，让他靠在自己的肩膀上，歉意的道：“那时候我对你有偏见，觉得你是哄骗了我奶奶，冲着我家的钱来的，想着考察考察你，看你是否真如奶奶所说的那么好。而且房子是临时买下来的，在娶你之前我都没有住过1天，回这里我是没有半点归宿感的，所以我什么都不想管，由着你折腾。当时看到你砍了2根竹竿回来，我总觉得怪怪的，都不知道你是怎么想到的，跑那么远就带2根竹竿回来。仅为了晒衣服使用。海童说你是当大少爷当的久了，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，从来都没有操心这些小事情。我傻一回也是因为没有依靠，要是我老公什么都弄好了，我也不用犯傻一回。呵呵。现在想想，我当时也是真够傻的。别说我，你不也傻过？新买的西装服你都水洗了，别以为我不知道。你后来偷偷的买了新的来骗我。海童是后面才发现的，不过他也没有吭声，就当作不知道了。当时夫妻俩都是想着搭伙过日子的，没有想过一辈子。还签了合同的呢，合同被他毁了。这个男人太狡猾了，
毁了合同还骗他，他也被他骗得一愣一愣的。战印在他的脸上亲了亲，眉眼都是笑。咱们回这里过夜，就是回忆的吗？不然呢？只要回了这里，我总会想起咱们过去的点点滴滴。战印，虽然你没有像你弟弟追妻那样追过我，我们也没有恋爱，没有约会，直接领的结婚证。现在回忆过往，至少咱们还有甜蜜，还有很多美好的让人心动的往事，一起甜如蜜。他们属于典型的先婚后爱，这套房子就是他们拉开爱情的地方吧。战印等他喝完了那杯温开水，他起身，随即又弯腰将他抱了起来。很晚了，我们回房去吧，好好的忆过往吧。现在又不能做什么，是不能做什么，能与你同床共枕，同入梦，我就很满足了。这个夜晚，夫妻俩聊了半宿，最后是海童实在撑不住，被周公带走，才结束了夫妻絮语。隔天啊，海童是被敲门声吵醒的。那敲门声就像1年前的那个夜晚，他以为战印不会回来，把门反锁时，最后被战印拍门吵醒。他睁开眼，偏头看旁，已经没有了战印的身影，猜到他是早起给他准备早餐。那敲门声很快结束，因为门开了。战印开门看到的是自家奶奶，他叫了一声奶奶。老太太挤开他，径直进屋，问他彤彤呢？还在睡呢。哇，奶奶连夜回来的，大清早就过来了。奶奶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？听到海童还在睡，老太太声音小了很多。等到战印近前，他老人家一巴掌就招呼到战印的手臂上，小声骂着他大半夜的，也带着彤彤跑回市区。幸好彤彤身体好，否则被你这样折腾，出点什么事啊，我找你小子算账哈。彤彤怀上了，我可不得回来。给老五老六挑选媳妇是重要，不过彤彤更重要。彤彤没有不舒服吧？那老太太其实是今天早上刚到的，没看到长孙的那辆常用的车子，就猜到小俩口离开了悠悠山庄。一问值班的保安，得知小俩口昨晚上离开山庄的，老太太呢就直奔明苑花园而来。自己一手带大的孙子，想什么她清楚得很。那果真没有扑空。奶奶，你孙媳妇身体好得很，没事儿，她就是嘴馋了。昨晚突然想吃1000糖河粉，还要放很多酸菜和花生的那种，在家里无法满足她，便带她回市区了。战印低声回答着奶奶的问题，也是解释了一下昨晚小夫妻俩偷偷回市区的原因。彤彤说想在这里过夜，我自然是满足她的。奶奶，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你孙媳妇开心，你老就别责怪我了。战印在别人面前那是高高在上的，在奶奶这里就是个普通的孙子。他奶奶揍他的时候，一点面子都不会给他的。虽然呢，奶奶很久很久没有揍过他了。彤彤喜欢吃什么就满足他，孕妇是这样的，有时候突然间就很想吃一样东西，吃不到就浑身不舒服的样子，非要吃到嘴了，满足了才会觉得舒服。老太太笑到我刚怀着你爸的时候也是这样，不过我们那时候条件没有现在这么好，就算你家是名门望族，在那个年代也有很多心愿难以达成的，不同你们现在这个年代，反季节的东西都特别多。你在做什么早餐？我好像闻到了酸味。战印低声说道，你孙媳妇说今天还想吃酸菜，我给她煮酸菜面条呢。酸菜是我去菜市场买回来的，刚洗干净准备切丝的时候，奶奶就来了。老太太走到厨房门口望了2眼，没有进去，扭身就走到沙发前坐下，吩咐地道给奶奶也来一碗。那是肯定的，奶奶都来了，我岂有不准备奶奶那一份的。奶奶，你先休息休息，我去做早餐了。去吧。战印刚进厨房，又有人敲门了。
老太太就说道：“你忙，奶奶去开门。”老太太起身走去开门，站在门口人的却是海玲。海玲手上提着大袋小袋的，都是食材，一看就知道是刚从菜市场回来。哎，战奶奶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看到老太太，海玲很开心，笑着问老人家：“刚到的，这不是听到彤彤怀上了，我就赶紧回来了，怕战役那根木头不会照顾彤彤，我亲自照顾才能放心。”老太太也笑得很开心，她错开身子让海玲入内，又上下打量着海玲一番，笑着夸赞海玲：“你越来越好看了。”举手投足也带着一股自信：“谢谢奶奶夸赞，我本来就天生丽质。”老太太哈哈的笑：“对对对，你姐妹俩都天生丽质。彤彤呢？”海玲进屋后不见妹妹，问了句，她说道：“昨天战印打电话跟我说彤彤怀孕了，也告诉了大姨，我和大姨都很开心，想马上过来看她的。记得她和战印去了 A 市的风尘山庄，以为小夫妻俩还在那边，结果我刚才看到彤彤发朋友圈，定位是在管城的明苑花园，才知道小夫妻俩回来了，我就赶紧过来了。想着这么早，夫妻俩肯定没吃早餐，就给他们买了点菜过来，准备给他们做早餐吃。战奶奶，你应该还没吃的吧？我多做点。说着，海玲就要进厨房。战印系着围裙从厨房里出来，姐，战印啊，你这么早起来了？看到妹夫在厨房里，海玲有点意外，很快又笑道：“是不是彤彤肚子饿了，让你早早起来准备早餐？你们俩也真是的，回来了也不说一声。哎，我和大姨还以为你们在 A 市呢。”战印憨憨地笑道：“昨天太开心了，很多事情都忽略了，也忘记了。彤彤还没在睡，她最近老犯困，都怪我什么都不懂。她老是犯困就是怀孕的原因，我都不知道。”战印现在才明白妻子最近总是犯困，原来是怀孕了。还好海彤的身体一向很好，怀孕了陪着她到处飞也没事。海玲笑道：“我也没想到，我都当过妈了。洋洋跟我说小姨最近老犯困，我以为是彤彤过于劳累休息不够导致的。”老太太接话：“瞧瞧，我不在家，彤彤怀孕了，你们都不知道，所以听到彤彤怀孕了，我就赶紧飞回来了。在宝宝出生之前，我都不会再出远门的了。反正老四老五的媳妇人选也有眉目的了，就将相片交给他们俩，让他们自己折腾去。从老六开始的那几个孙子，让他们再自由几年。他这1年内先不操心了，等曾孙出生了，再给余下几个孙子挑好人选，哪怕是老九的，他也要提前给他看好。等到老九成年了，有了独当一面的能力后，再让老九去会一会儿他给他选好的人。老太太连老九都不放过，是考虑到自己的年纪大了，虽说她觉得自己还能再活10几20年的，可是意外和明天哪个先来，谁也不知道。她得提前给自家的小猪猪们都选好了可以拱的白菜，那若她真到了离开的那一天，也能放心了。